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酱园弄演技排行榜出炉，赵丽颖第6，易烊千玺第3，冠军毫无争议。酱园弄悬案点映引爆2极争议，章子怡演技封神，杨幂赵丽颖突破自我，王传君疯癫变态令人毛骨悚然，易烊千玺上海话台词惊艳全场。这部暴力美学包裹的悬疑佳作，演员集体爆发，堪称年度演技教科书。终于等到酱园弄悬案点映了。这部影片早在上一年就于戛纳电影节亮相，兜兜转转1年，经过修剪，总算是与观众见面了。从期待生一片，对章子怡回归一致看好，到网传打回去重新剪辑，直至如今，评论区2极分化严重。明明只是一部电影，酱园弄却能掀起如此大的争议。你别说，给我好奇心都吊起来了。而在观影后，我倒是感觉这部影片出乎意料的好看。虽然过于暴力的血腥桥段有点多，但拍摄手法极其高级，尤其是讲故事的节奏非常到位，整体质量不错。最惊喜的是各位演员的演技。这回咱们就来给酱园弄悬案的演员表现排个名，无剧透，看看你喜欢的那位是否上榜。第7名，李现是张宝福。张宝福这个人物没那么关键，也是故事的最后阶段才亮相。其实对于李现，我并没有抱有太高期待，毕竟这几年他大部分都在都市和古装中亮相，在剧圈成绩都平平，更别提大荧幕了。然而没想到的是，镜头不多的李现表现竟然非常抓眼，表面的温文尔雅与内心隐悟形成鲜明的反差感，道貌岸然被诠释得淋漓尽致。第6名，赵丽颖是西林。西林是影片中处女主最关键的女性人物，她性格张扬，思想前卫，2种形象更是给观众极致的视觉效果。赵丽颖演的也不错，她身上有女作家的那股劲儿，尤其是对戏雷佳音饰演的薛志武那种不屑和看好戏的眼神，拿捏得十分到位。其实就算是被吐槽的口音问题，放在正片里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违和感。其实这个角色如果被安排给其他演员，或许反而不会有这种效果。只不过对于西林的另一面，镜头不算多，光用短发外形来塑造，少点味道。第5名，杨幂是王许梅。不得不说，杨幂的表演真的让人眼前一亮，有种一直浸泡在偶像剧中，突然找对路数的既视感。从选角上来看，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表演亮点，王许梅的确要比西林更讨喜。西林更像是为女主而生的工具人，第1部中没有更多人格魅力，反而要靠别人口述让角色形象更加完整。而王许梅却给杨幂极大的表演空间，尽管她的声音和鼻子在大荧幕中显得格外突兀，可大部分表演还是给整部影片加分的。杨幂虽然少了些王许梅该有的霸气，却将女性的感性与细腻诠释得让人动容，完全撕毁形象包袱。与章子怡对戏没有太过逊色，而且她的眼神中确实能看见与众不同的力量感。尤其是人物临近下线的情节，它反映出来对死亡的恐惧和不甘，以及为了活下去能不顾一切的决心，都无比惊喜。如果下次还能有类似的角色，我倒是有点期待杨幂在大荧幕中的表现了。第4名，王传君是大块头。演变态对于王传君来说，简直如同呼吸一般简单玩笑。从孤注一掷到默杀再到酱园弄，王传君疯癫的爆发力太惊人，尤其是在酱园弄中，他又将赌徒家暴男的渣和无耻拉到了极致。对于大块头这个称号，王传君没有刻意用外表来描绘，反而是将人物赌红眼的强势散发开来。就算与国际章对线，那也是完全没在怕的。之前也知道王传君演技牛掰，如今与影后同台，才明白他的含金量。第3名，易烊千玺是宋瞎子。即使有了心理准备，可在看到易烊千玺的那一刻，
是真的认不出来。明知道是他，双眼却不相信，可见易烊千玺塑造角色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别人眼瞎子，要么翻白眼，要么干脆两眼一闭。易烊千玺却仿佛真的看不见一般，睁着眼睛习惯性地寻找微弱的光亮。最让人佩服的是易烊千玺的台词。湖南出生的24岁青年演员，说上海话竟然没有任何违和感，而且连声音都能塑形。难怪各大导演能对他如此中意，即使只是配角，却还是能最大程度改变自己的形象，并成为整部影片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的确有点东西。第二名，雷佳音是薛之武。没想到反派类的角色对雷佳音来说，竟然比窝囊赛道更亮眼。当然，薛之武还不算是典型的反派，但他算是电影的现实时间线中对女主产生最多暴力的男性角色。与想象中的警察形象不一样，雷佳音的表演将薛之武的丑恶暴露得淋漓尽致。在这个人物身上，我看到了雷佳音对角色的独到解读，以及表演功底的深厚。没想到他与章子怡对戏也能有来有回。第一名，章子怡是儋州市。章子怡的演技真是没话说，难怪她能在戛纳发布会上直对陈可辛导演问自己的戏份为什么被删减。影片中章子怡的每个镜头、每一帧都是能让人赞叹的水平。她不仅仅将一个长期处于家暴的女人精神上一度的萎靡和条件反射型胆怯演了出来，更把儋州市的勇敢坚韧还有机智的一面演了出来。故事非常震撼，但原本儋州市的形象没有那么立体，更像是传说。而章子怡仿佛将这个女人有血有肉完完整整的刻画了出来，没有一丝明星的影子。这次竞争影后完全是降维式打击了。结语，看了酱园弄之后，甚至有点不太理解之前闹的传闻了。客观的讲，参与那些纷纷扰扰都不如亲自感受。分剪为2部，在我看来反倒是非常机智的决定。1个半小时的时长，观众看得轻轻松松，甚至还有一丝意犹未尽。雷佳音的戏份显然被减去不少，虽然不连贯，可这些戏份照应时代大背景，又与历史抗战题材有了些对应，让人更能入戏。杨幂和赵丽颖2位流量85花不需要扯头花，俩人演技都不错。其中赵丽颖在第2部中还会有些戏份。除此之外，最后彩蛋出现的范伟、大鹏、张子枫、王阳等人似乎都非常关键。这才看完第1部，我就开始期待第2部了。酱园弄自上映以来便引发了巨大关注，不仅因为它汇聚了诸多实力派演员，更因其改编自真实案件，故事沉重，人物复杂，让每位演员都必须拿出真本事来诠释角色。随着影片热度不断升高，近日一份酱园弄演员演技排行榜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与争议。这份榜单中，赵丽颖排名第6，易烊千玺位居第3，而第1名则几乎没有反对声音，被不少人称为无争议的演技之王。这种排名一经曝光，便迅速登上热搜，成为观众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首先，我们得承认，酱园弄的演员阵容极为强大，是华语电影近年来少有的神仙打架局面。赵丽颖、易烊千玺、章子怡、雷佳音、杨幂等一线演员齐聚一堂，每一位都曾有过令人称道的代表作，他们的表演自然也成为影片关注的焦点。演技排行榜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比较心理的需求，人们渴望在这场演技交锋中分出高下，找出自己心中最亮眼的那一位。赵丽颖在片中饰演一位性格隐忍、经历曲折的女性角色，她用细腻的眼神、克制的情绪传达出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无声的抗争，整体表现较为稳重。然而，排名第6这一结果还是让不少粉丝感到意外，甚至有些不平。在她以往的电视剧作品中，赵丽颖常常被赞代入感极强，许多观众已经习惯了她那种情绪浓烈、
感情饱满的演出方式。而《酱园弄》作为一部更偏文艺写实风格的电影，节奏缓慢，台词克制，对演员的内敛表达提出更高要求。赵丽颖的演技在这种风格里显得更克制，但也因此可能不够出挑，这或许是她未能进入前5的原因。易烊千玺作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凭借在《少年的你》《满江红》等作品中积累的口碑，已经成为演技与票房兼具的代表人物。这次在《酱园弄》中，他饰演一位年轻却内心复杂的角色，在冷静与爆发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情绪递进自然，许多观众都认为他的表现张力十足。他被评为第3名，在观众中反响良好，也体现了他这些年来在表演方面的努力和成长。特别是他那种不用太多台词就能表达出角色立场和情感的能力，获得了不少业内专业人士的认可。至于被誉为毫无争议的第1名的演员，则是老戏骨陈冲。他在《酱园弄》中饰演一位极具压迫感与深度的关键人物，整个人物的神态、语气乃至停顿都透露出极强的戏剧张力，令人过目难忘。无论是面无表情却内藏杀机的眼神，还是低声慢语中蕴含威严的台词处理，陈冲用极致的细节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榜单。他那种不动声色地控制全局的演绎方式，正是文艺片最需要的高级感。很多观众表示，看到他的镜头就忍不住屏息，仿佛1秒就被拉入剧情深处。这份演技，不争也难不服。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演技能排名吗？是否一定要通过这种高低之分的方式来评价演员？对于电影艺术而言，表演本就不是竞技比赛。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演绎方式。赵丽颖第6并不等于她不如前5，而是她所饰演的角色本身就不是那种强情绪驱动型人物。她用最简单的语气，最内敛的情感，把一个深陷困境却仍保持坚韧的女性刻画得丝丝入扣。这种克制的表演，反而在热闹之中显得尤为真实动人。另外，这种演技排行榜本质上也是一种舆论导向工具。当某些名字反复出现在前列，观众就容易被这种重复强化影响判断。我们必须承认，赵丽颖是一个从偶像剧一路蜕变而来的实力派演员，她所付出的努力，她在表演上的成长，远不止一份榜单可以完全体现。也许她的角色不够戏剧化，也许她的表演没有爆点，但她演的是生活中最真实、最压抑、最不被注意的那一类人，这种隐忍背后的悲剧力量，才更值得被看见和肯定。事实上，赵丽颖这次第6名的排名，也恰好成为一种提醒，演员不应只靠数据、排名来定义价值。真正的好演员，是能够在不同风格、不同导演语境下，都保持稳定输出，甚至敢于做出转型尝试和风格挑战。酱园弄对于赵丽颖来说，是她电影转型路上的一次重要尝试，无论评分如何，她都以极大的勇气面对了来自表演方式和观众期待的双重考验。她值得更多的宽容和时间。对观众来说，在欣赏演员们带来精彩演出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排名背后是风格差异、角色设定、剪辑处理等多个层面的综合作用。不是所有出色的表演都会被看见，也不是所有高名次的角色都能引起共鸣。我们不妨跳出比高低的单一视角，从作品整体的呈现去理解每位演员的独特价值。最后，想对所有关注酱园弄、关注赵丽颖的观众说一句话：别被一时的排名影响了你对演员的深层认知，也不要被网络的舆论牵着走。赵丽颖能够站在这样一个以实力为衡量标准的电影里，已经说明她成功突破了流量艺人到实力演员的壁垒。而她的未来，不止于一次排名的高低，而在于持续不断的进步和积淀。演技没有终点，成长永远在路上。赵丽颖不是第一又如何？她早已在无数人心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位置。让我们用更多耐心去等待她在电影之路上的下一次绽放，
也希望下一个排行榜不再只是比名次，而是真正让我们重新理解什么才叫好演员。王一博跨界狂飙，从聚光灯走向赛道，纪录片里挑战极限人生。王一博从街舞少年到职业赛车手，再到纪录片探险家，每一次跨界都拼尽全力。他用赛道的专注雕琢角色，把攀岩的痛楚化作旋律，在极限挑战中突破自我，活成了干啥啥都行的探索狂魔。在泰州电视台播《追风者》第95遍的时候，大家还在叽叽喳喳问王一博怎么没新剧，其实人家早就换了条路大步走啦。小王一博小时候就像个小侦探，天天想着要去冒险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同龄的小伙伴们还在盯着卡通片，他却被电视上那些舞动的像火箭一样的街舞高手吸引，直接求爸妈给他报名学爵士舞。这颗被舞动搞得火热的种子，后来竟成了他敲开偶像家门的金钥匙。他就是团队里的主旋律，把儿时学的舞技变成了 Fire 中让人热血沸腾的现场效果。那时候的他虽然是靠人气进了大家的视线，但早早就展现出和别人不一样的魅力。一群人抢着上电视，他却藏在练习房里磨脚尖。这家伙非得用他的作品来搞事情，结果把自己搞成了行业里的独一无二。他在一个地方赚了钱，但这小打小闹没让他心满意足，后来就又开始到处乱捣鼓。2019年，王一博正式入驻万里达雅马哈车队，摇身变成了个职业赛车界的飞车手。为了把赛车驾驶技术练得飞起，他可是耗费了不少时间和力气去拼命训练啊！刚参加亚洲摩托车公路赛，就一口气拿下了D组新秀头名和混合组的第2名，真是稳的一批。他也开始在影视圈里撒欢儿了。年轻的时候，他为了舞蹈练得跟机器人一样，结果在镜头前动起来就像故事书里的角色，一点都不用担心。这小子学滑轮的功夫，居然让他在风起洛阳的那些狂翻滚打戏中，能够迅速识别镜头和动作的最佳搭配，简直牛得不得了。赛道上那股儿凝神的劲儿，简直成了他打造各色角色的秘籍。这位职业赛车的老哥，懂得在飞速前进时别慌的心理技巧，这招也被他搬到了《冰与火》里的陈宇潜伏戏里。当角色在毒贩的老巢里憋屈的快爆炸时，他用眼睛眨巴的节奏和喉咙动来动去的频率，把忍耐化成了身体里的小动作。一到了追风者，他追求冒险的劲头简直惊呆了众人。为了让自己更像3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查了个遍，研究那些文人握笔的高深秘诀，终于弄出了魏若来那种手指内扣的风范。这股把兴趣变成事业的执着，让他在电影界更加耀眼。在无名里，他把学轮滑时练出来的身体平衡用到潜伏者的走路姿势上，脚步一抖一抖地暴露出那种神经兮兮的感觉。在长空之王里，他把开赛车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变成了试飞员遇到失速时的身体反应。维和防暴队这部片子里，他经过3个月的战术训练，结果拿着枪的手就变得跟中国维和部队的标准动作粘在一起了，简直是一模一样。当别的演员还在小心翼翼挑选那些稳妥角色时，他早就把从街舞和赛车上攒下的经验全都拿出来，在每个影视角色里来一次彻底的大变样。当年在滑轮上学的稳当劲儿，都变成了在镜头前玩角色的精准刻度扯。那些在赛道上悟出的极限玩命秘籍，变成了剖析角色心态的小钥匙，让每一个看起来像是打了个飞机的选择，实则都在摸索着扎根这个道理里安营扎寨。就在大家翘首以盼他的新电影电视剧时，王一博已经在更大更牛的天地里开搞新花样了。2024年，王一博让整个行业都跌破眼镜，跟 Discovery 搞了个不一样的纪录片探索心境。他在采访的时候吐槽道：“人生就一遭，我想把日子过得有点搞笑点儿。”在冰天雪地的山头上爬，雨林里穿梭，他素颜出战，面对高原反应呕吐的真实样子，狠狠打破了偶像旧的完美的老印象。
这小子刚学攀岩，就在大雨滂沱中一举攻下 5.10A 级的第一座峰，成了中国头一个拿到手攀红点证书的。真是个逆天的小可怜啊！第二季穿越美洲，请来了徒手攀岩的老大，直接在优胜美地的球场岩上玩命挑战，真是硬核呀！当他在镜头前呜呜一声说痛就像烟花，一眨眼就没了时，观众看到的不是个明星，而是个用身体去闯荡世界的疯子。03的探险之旅给王一博的音乐加了不少料，像是加了珍贵的调料一样。这首歌不仅被中国音乐家协会评为2024年度优秀推选歌曲，还多次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诸多官方媒体拿来当自然风光和人文纪录片的背景音乐。2025年央视春晚，他和萧敬腾一起愉快地唱起了《我可以》。当那首翻山越海的歌在舞台上飞速说出来时，大家都听得出来，那节奏就像赛车换挡那么利索。就跟他在珠海 GTSC 抢了个第一时，转弯甩超车一样，每个动作都精准的像走路踩在画线上。那首歌里唱的超越极限的成长感受，正是他作为职业赛车手在雨天比拼中磨练出来的韧劲，还是那个新手攀岩者在暴风雨中硬是爬完 5.10A 的执拗。当镜头拍下他在西藏艰难爬冰的时候，冻得跟红萝卜似的手指头，他却把对热爱就是舒服的那种领悟写成了旋律，结果这首歌成了中学课间操时的小号角。2025年6月，亚洲流行音乐大奖的官方微博发出最新周榜前10名，他的愿爱作品喜提入围。愿爱就像在广袤的草原上，配上丛林探险时的虫子叫声，副歌那种气喘吁吁的感觉，就跟他在 Discovery 镜头前说爬到顶上痛苦就没了时一样，让人忍不住想拍拍后背。从站在舞台上唱得花里胡哨的偶像，到拼了命在生活中找灵感的音乐人，他每一首歌都在打广告。那些在跑道和山里受过的熬煎，最后都变成了歌声里的欢快。粉丝们戏称他是干啥啥都行的楷模。他从大荧幕跑到山里，再从舞台蹦到赛道，把每一次切换都当成是种田的好机会，用心钻研，把喜欢的事儿弄得跟专业人士一样牛。这小子成功不是靠运气，而是对每件事情都琢磨得深入骨髓，加上他总是不停地追寻新鲜事物，简直就是个不知疲倦的探索狂。当人们还在讨论王一博的演技是否能驾驭更复杂的角色时，他已经悄然踏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从舞台上的聚光灯，到引擎轰鸣的赛车场，从闪闪发光的明星身份到戴上头盔、穿上赛车服的专业选手，王一博用行动再次刷新了公众对他的认知。而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高调宣传，而是选择用一部真实记录他成长与挑战的纪录片，向观众展示一个更加立体的自己，一个敢于跨界、勇于冒险、不惧极限的年轻人。王一博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一部不断突破的成长史。从练习生时期起，他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律与投入。舞台上的他严谨精细，追求极致，对舞蹈动作精益求精。演员时期的他为了角色学习技能，钻研剧本。而当他选择将赛车作为自己真正想投入的事业时，外界起初的质疑声与不理解，甚至嘲讽从未缺席。可王一博始终未被左右，他以一贯的低调与沉稳回应了所有声音。他不是为了噱头去碰赛车，而是把它当作另一种人生信仰。纪录片探个究竟或许只是开始，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王一博试图打破偶像标签的努力。他并不是不愿意做偶像，而是不愿意被局限为只能唱跳的娱乐产品。赛车世界与舞台世界看似毫无交集，但其实背后所要求的专注、胆识、反应力和超强的心理素质却如出一辙。只不过，一个在聚光灯下，一个在尘土飞扬的赛道边。王一博用身体力行地告诉所有人：“我不想被定义。”双引号。纪录片中，王一博不是演员王一博，
也不是明星王一博，而是一个真正走进赛车世界的新人。从对赛道的敬畏，到一次次训练中的摔倒与反复；从技术瓶颈期的苦恼，到逐渐掌握节奏后的信心回升，这一切并不华丽，甚至在镜头下显得有些狼狈。但也正是这些不加修饰的真实片段，才让观众感受到，原来他并不是什么都会，而是靠着反复尝试和坚持，才一步步站稳脚跟。也正因为此，他的纪录片才会让观众破防动容。在一个靠包装打造完美人设的娱乐环境中，王一博反其道而行，用不完美展现真实。这是一种风险，但更是一种勇气。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公众人物在镜头前的软弱、挣扎与无助，其实并不是失分项，而是更具感染力的动人瞬间。他没有将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愿意跟观众分享那些看似跌份的练习与失败。在这一过程中，他和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连接，不是仰望，而是理解。这也是王一博粉丝群体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追星族那样只追求光鲜亮丽，而是更加理性、真诚，甚至专业。当王一博宣布参加赛车时，很多粉丝不仅开始学习赛车知识，理解赛事规则，还会关注安全配置，学习如何科学应援。这种共同成长的粉圈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偶像影响力延展。它影响的不只是情绪和喜好，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赛车这项运动本身的极限挑战性质，也让人更直观地感受到王一博面对恐惧、迎难而上的精神。很多人以为明星跨界只是一时热情，但王一博却真正去拿证、参赛、吃苦。这种沉下心做事的态度，不仅打破了偶像不能跨界的偏见，也为许多年轻人提供了榜样。他不再只是娱乐圈的流量之子，而是新时代年轻人勇于挑战、敢于突破的代表。纪录片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王一博一遍遍练习起步，一遍遍研究赛道，一遍遍从失败中爬起的镜头。这些画面不是影视剧中的表演，而是真实生活中的奋斗缩影。镜头下的王一博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明星，而是那个也曾害怕、也曾崩溃、也会摔倒，但依旧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正是这种真实，让观众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唤起了内心深处的某种共鸣。在这一点上，王一博无疑走在了艺人转型升级的前列。他没有被舒适圈困住，而是主动寻找新的挑战，拓宽自己的生命宽度。这种精神其实早已超越了娱乐圈的范畴，成为了一种对生活态度的宣示。人生不是一条固定的轨道，只要愿意尝试，每个人都可以去闯出不同的风景。王一博并不是在向别人证明什么，他更像是在用行动向自己提问：我还能做到哪里？双引号。而他的粉丝正是这段旅程中最忠诚的同行者。他们不只是为他欢呼的观众，更是一路支持他探索未知世界的盟友。从舞台灯光到赛车场地，从一身华服到满身机油，他们见证了他的每一个身份转变，也参与了每一次成长的印记。这种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互动，不是单纯的我喜欢你，而是你让我也变得更好。如今，当王一博的跨界之路被越来越多人关注与称赞时，我们也该意识到，这不仅是属于一个艺人的成功，更是一种文化意义的实践。他向大众证明，偶像也可以有深度、有宽度、有无限可能。他向年轻人证明，梦想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有时候绕个弯路，反而走得更远、更精彩。他用一部纪录片打破固有标签，也用自己亲身经历为热爱重新注解。当然，这条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风险永远存在。但王一博已经在用行动告诉我们，哪怕全世界都不看好，你也要先相信自己。哪怕一开始不擅长，你也可以靠努力逐渐变强。这种精神不仅值得尊敬，
更值得传递。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王一博的故事不仅是励志范本，更是一种人生可能性的启迪。写到这里，也想对每一个正在关注王一博、正在等待自己破圈1月的你说一句话：你的人生不需要被定义，也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期待。你可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也可以在陌生的方向里重新起航。就像王一博一样，别怕失败，别怕未知，只要坚定、踏实，总有一天你会抵达属于自己的终点线。愿你也能拥有一份像王一博那样的勇气，在现实与梦想之间驰骋出最精彩的人生赛道。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